及笄这年，父皇让我抽盲盒选婿，可我一个也没选，只因前世我选中谢云朗，我的庶妹引火自焚，为了庶妹，我的夫君将我扔给边关将士，自生自灭。后来林之慎将我做成平女，送给匈奴，赏完致死。在睁眼，我回到了盲盒选夫君的那日。朝堂上，长侍太监将签号盒递给我时，我没有伸手，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我淡然开口：父皇，我不需要抽签，儿臣心中已有心仪的人选。一时间，百官哗然，只因为如今朝廷两派争权，而我是父皇最宠爱的嫡长女，谁娶了我，就能直接接手公主府的权势和父皇的重用。长公主的心上人不就是谢太师和林将军吗？难不成公主是想荒淫无度两人都要了？有大臣质疑道：谢太师不近女色，这些年唯一能近他身的也只有二公主赵灵溪了。长公主这是仗着权势夺人所爱。我径直走向火炉，将带着纸条的盒子扔了进去。无论是谢太师还是林将军，本公主都不嫁。远远望去，谢云朗万年不变的冰山脸有了裂缝，林之慎紧蹙着的眉头松了下来，一同俯身。谢云朗抢先开口：臣心悦二公主已久，求陛下赐婚。林之慎张了张唇，垂在身旁的手紧攥着到青筋暴起。一旁我的庶妹赵灵溪红着眼眶，怯生生的抬头：谢太师，我配不上你。谢云朗迈着大步过去，直接和他十指紧扣。灵溪，我此生爱的独你一人，我会昭告天下，给予你正妻之位。说罢，他抬眸和我对视，目光犹如蛇心般。父皇神情复杂，半晌后点头：这还是太师第一次同朕提出请求，朕应允了。上一世的这个时候，父皇已经被架空了军权，谢云朗身为太师，早已一手遮天，父皇自然没有说不的权利。天下人都知晓我爱慕谢云朗，为了接近他，我甚至搬进寺庙礼佛，所有人都认为我会跳出来反对，可我只是笑着同父皇说，急着去马场。刚走进拐角，冰冷的匕首抵在我的脖颈处，清冷的松香将我萦绕。我抬眸对上了林之慎阴雾的眉眼，眼前这张脸和前世如出一辙，临死前的恐惧感和疼痛感让我浑身泛凉。有我在，你别想伤害灵溪分毫。缓过神后，我苍白着脸朝匕首处靠去。看来林将军当真爱惨了我那位庶妹。放心吧，林之慎，本公主不要不忠的狗，你也入不了我的眼。许是没料到我的动作，林之慎那只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稳如泰山的手竟然抖了一下。他一开匕首，紧抿薄唇，丢下了句公主最好不是再欲擒故纵，便消失了。回想他们反常的举动，我了然他们也重生了。如此也好，这次我不再选他，更不会耽误他和赵灵溪相爱。在马场驰骋了几圈后，我回了宫殿，但刚进院子就看到了父皇。父皇怎么来了？我欢快地像归巢的鸟儿般往他怀里扑，他卸下了在人前的威严，摸了摸我的头发，重重叹了口气，询问我：婉清，你闹着要嫁给谢云朗那么久，今天突然反悔，是不是又在赌气？我摇了摇头，郑重保证。见他仍不信，我只好晃着他龙袍的袖口撒娇。之前是婉清不懂事，但现在彻底想通了，也有了心悦之人。从今往后，定然不会让父皇再为我忧心了。垂眸瞥见父皇，我眼眶忍不住泛起了红。父皇勤政为民了一辈子，却因为我被联合篡位的谢云朗和林之慎谋害惨死。因为赵灵溪一句父皇对他从未有偏爱，林之慎便将他挂在城楼曝晒30日折磨。这一次，我一定要替父皇守好江山，不让他再因为我愚蠢的决定而受累。我唤贴身婢女端来亲手炖好的补汤递给父皇。父皇定要注意身体康健，一直陪着我，亲眼看着婉清嫁给驸马。这些时日以来，随着权力一点点被架空，父皇早没了昔日的精气神。他诧异地观察了我半晌，惊喜道：婉清真有心悦之人，只要你喜欢，朕都同意。是北疆那位新可汗，当初他来宫里为质那几年，我就对他心生爱慕，所以婉清愿意去和亲前往北疆。赫连月是歌妓所生，却出众到能在一众皇子的夺位之战中胜出，上位后后宫空无一人，天下人皆说他手段残暴。直到上辈子我死后灵魂出窍，才看到是赫连月替我收尸，我的灵魂飘荡在他的寝宫，一次次听着他午夜梦回时口中唤着我的名字婉清。重来一次，我虽不知晓赫连月这样做的缘由，但至少我可以确保他不会伤我。同时，这桩和亲借助北疆的势力，还能助力父皇夺回统治的实权。见我面色娇羞，父皇终于信了我的话，松了眉头笑了。父皇派遣信使前往北疆去，趁着出嫁前的这些时日，你便多陪陪你皇祖母吧。接下来的半月，我去完皇祖母的寝宫后，便去马场。从前因为谢云朗一句喜欢文弱的姑娘，我便费尽心思地模仿赵灵溪，甚至放弃在草场驰骋的自由，学着背诗刺绣，卑微的当着替身只求他能注意到我1秒。但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这日刚到马场，我就听到了喊声夹杂着脚步声。赵灵溪坐在失控的马上尖叫着求救：“云朗哥哥，马匹失控了，你快救救我！”谢云朗抬起手上的弓箭，箭头指向的俨然是我的清风。别怕，灵溪拉紧缰绳，我现在就射杀了他，让他停下来。这是我亲手接生陪着我长大的清风，也是母妃去世后我在这深宫里唯一可以真心相待的玩伴家人。他有时调皮，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伤害人。在谢云朗松手前，我疯了般冲了过去，拦住了他。不要杀他，清风很听话的，他只是被吓到了，不会随便伤人的。我现在安抚他，让他停下来。谢云朗手上的动作僵住后，声音冰冷：“任何欺负灵溪的存在，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不只是这匹贱马，人也一样。”过往在寺庙的这些年，谢云朗一直厌恶我的存在。可有一回清风重伤时，路过的谢云朗发现了我的哭声，丢给了我一瓶伤药。他耐心地陪着我给清风包扎，离开前他告诉我：“万物有灵，养了它，你既是它的主人，便要护着它，不让它受伤。”男人修长的手指上握着佛珠，清冷的月光投在他的袈裟上，如同普度众生的神明。也是那晚，我彻底爱上了他。听着清风因为腿部伤痛传来的凄厉喊声，我咬牙直直跪了下去。“谢大人，我为我过往的纠缠和你道歉，从今我们桥归桥，路归路。”谢云朗眸光微动，或许是不信，我赶忙对天发誓道：“你若是不信，我发誓，若是此生再出现在赵灵溪和你面前，我将凄惨而死。”北疆偏远，我和谢云朗再见的机会本就寥寥无几。为表诚意，我拼了命的磕头，试图求得他改变决定。只求你不要伤害清风，谢云朗，这是我母妃留给我唯一的遗物。谢云朗终于抬眸，目光在我鲜血淋漓的额头处顿了顿，神情错愕。这些年来，我一直张扬嚣张，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谢云朗面前低头。父皇失权以后，我早已没有了骄傲的资本。别说我的人头，就连改朝换姓，我想谢云朗都做得到。终于，谢云朗手指松动，慢慢移开了剑。可这时，远处草场再度传来了赵灵溪无助的哭声：“云朗哥哥，长姐一直不喜我，你真的要听信她的话，眼睁睁地看着我摔死吗？”谢云朗闭眼，在睁眼时，眼底的犹豫一扫而空。谢云朗动作迅速而决绝，准了清风的头。不要伤害我的清风！几乎在同一时刻，我跨上一旁的马狂奔而去，试图阻止。一路狂奔，我追上赵灵溪时，他已经到达悬崖边。看着停下的清风，我松了一口气。可下一瞬，赵灵溪朝我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一鞭子抽在马身上，马受惊出声，伴随着他娇弱的求救声：“云朗哥哥，救我！”正中头部倒在了地上。在赵灵溪往下坠落前，我拽住他，将他推向安全处。我的清风还是走了，重来一次，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地上那抹红直击心脏，让我心口的钝痛。回过神时，我已经因为惯性踩空跌落后仰，惊慌时，一双强有力的大掌突然握住我，紧紧拽住我。大概是我迷糊了，我竟然看到了谢云朗发红着眼眶，紧紧抱着我大喊：“婉清，你不准死！”我再睁眼就看到了宋灵溪委屈落泪的模样。长姐，你赌气想让云朗注意到你，但你怎么可以拉着他不放，让他掉下悬崖？太医说监视差一厘扎入心脏，他就醒不过来了。他还想继续说什么，谢云朗却突然打断了他。好了，灵溪。男人怜惜的抬手擦拭掉他脸颊的泪，又搂着他离开。等再回来时，男人已经恢复了往常的淡漠。一匹马而已，你若是喜欢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任你挑。我直视他的眼睛，声音沙哑。它不是一件物品，是你教会我身为主人要好好护住清风的。谢云朗，一向吃斋念佛不杀生的高僧，却可以为了宋灵溪违背原则，不分青红皂白的射杀了我心爱的马。一时间，我分不清是身上的痛还是心口的痛，只能我死死攥住被子，昂着头，但泪水还是不争气的夺眶而出。突然，眼前发黑，我不可控地向地上摔去。谢云朗下意识伸手要护住我，门却在这时突然被推开。赵灵溪的贴身婢女焦急道：“谢太师，不好了，公主中毒了，太医诊断出毒藏在脂粉里。”她顿了顿，犹豫道：“那脂粉是长公主赏赐给二公主的。”谢云朗用力甩开我，神情冷到了极点。赵婉清，像你这样恶毒的人，方才我竟然信了你的谎话，押到二公主殿前跪着，直到灵溪醒来解气为止。谢云朗身旁的侍卫上前将我押解出去，我被迫跪下的瞬间，膝盖重重砸地，疼痛让我眼角沁出泪水。谢云朗却撇过头，嗤笑道：“别装了，同样的套路一次过后就不好用了。”他从来不信我，我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我被谢云朗的随从压着在赵灵溪的房前跪了一下午。暴晒过后，天转阴有大雨落下，终于天黑时，我艰难地支撑起身体从地上爬起，却有一掌从身后重重将我推倒在地。我回头看到了怒气冲冲的林之慎，大掌攥住我的肩膀，力度极大，开口便是质问。我知道你因为方才朝堂上谢云朗选择了灵犀而不满，但不曾想你手段龌龊到对他下毒。胸口泛疼，喉咙间泛起腥甜，鲜血从我口中溢出。林之慎僵了一瞬，带着厌恶勉强道：谢云朗是灵犀的，你休想和他抢。你如果非要嫁人，我可以娶你。我抬头，隔着泪水和雨水，眼前这张带着忍辱负重的脸庞和初见时重叠。只是那时被关在黑市牢笼里的少年望向我的一双亮眸里带着怯生生的渴望。那日是我偷跑出宫游玩，在我经过黑市时，林之慎瘦削的手拽住了我的衣角。他说：求你带我走。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从前无助的自己，只是那时没有人伸手来救我。所以在我有能力时，我选择了救林之慎，将他买下带回了宫。从那以后，我们形影不离。我为他取名之慎，愿他之慎的安乐，更亲自教他读书，握笔习字。林之慎也确实做到了承诺的那样，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永远立刻出现。可在我做噩梦梦到母妃哭着需要安慰时，林之慎却推开了我。那时他淡淡道：公主，主仆有别。我以为他是因为从前的创伤不喜欢被触碰，不近女色，直到我撞见他醉酒后抱着赵灵溪的里衣，在黑暗中面色潮红。甚至后来我和赵灵溪一同出游，被山贼包围，作为我的侍卫的他却选择护着赵灵溪。在我中箭倒地意识模糊时，我听到了让我心凉的对话：林侍卫为什么先救我？我一个不受宠的庶出公主，就算死了也没人会在意的。我在意公主。赵灵溪诧异：那我和姐姐比起来，谁在你心里更加重要呢？我悬着心期待着那个答案。奴才保护长公主只是出于职责，对二公主您却不是。可我好像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上一瞬我因为他的推开而难过，下一瞬又能因为他披在我身上的外袍和一句会一直在殿外候着陪伴公主而开心。林之慎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左右我的情绪，就像现在他一个眼神就能让我心口涩疼。我忘了狼是永远养不熟的，既然如此便放他自由罢了。姐姐，你针对我也就罢了，别再逼林将军了。循声望去，赵灵溪被谢云朗严严实实地护在伞下，对视时他眼下得意咬紧嘴唇做委屈状。我攥紧指节发白的手擦掉脸上的雨水，笑道：我马上就会离开皇宫，不论是你的谢太师还是林将军，我都不会和你抢。你在胡说什么？两道声音同时响起，谢云朗向来不惊的眼底起了波澜，林之慎的脸色则愈发阴沉，许是雨声太大，他们没听清。我哑着嗓子拔高了音量：我说，谢云朗，我不会再缠着你，过往的纠缠是我不要脸面。还有你，林大将军，你一心想守在赵灵溪身旁护着她，现在可以去了。说罢，我伸手要去解他手腕处的手链，那是他12岁进公主府那年，我亲手为他系上的，象征着他永远忠诚于我。林之慎下意识避开我的动作，将手链护得更紧。离开？你还能去哪？再说，你舍得抛下公主的身份和这里的富贵生活？嚣张跋扈了多年的长公主终于开口放他离开，可林之慎心底却像破了个洞般空落落的。一定是太突然了，他因为马上能守在灵溪身边而高兴过头，所以才没反应过来。长公主欲擒故纵的把戏还没完嘞！谢云朗皱眉声冷如冰，只是藏在袖子下的手微微颤抖，无人知晓。罢了，该做的告别我都做了，往后再无遗憾了。我转身在丫鬟的搀扶下，步伐一瘸一拐地离开。夜里，我因为梦魇惊醒下床，可刚推门便被人打晕在地。离开？前去和亲也太便宜你了。再睁眼，我看到了赵灵溪早已卸下柔弱的伪装，神情恶毒。他身后则跟着一群衣着破烂的男人。看到我瑟缩了一下，赵灵溪愉悦地挑眉：脏了的女人，我看谁还要你。我下意识往后退，试图劝他：你就不怕他们知道，打碎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我在他们那边什么也不是，你何必冒险？赵灵溪露出了癫狂的笑，眼底迸发的是嫉妒和疯狂。我就要彻底毁了你，才能确保他们心里永远只有我。在他的示意下，一群乞丐一哄而上，求生欲让我顺手抄起一旁的花瓶，在砸中赵灵溪后，我趁乱不要命的砸门跑了出来。身后追赶的脚步声喘气，我大口喘着气，不敢停留。终于在看到转角那抹熟悉的黑袍时，我松了口气。谢云朗的目光落在我被石头磨烂出血的脚，顿了顿。怎么了？我张了张唇，正想倾泻委屈，一道娇弱的身影从我面前一闪而过，钻进谢云朗怀里。赵灵溪用身体隔开我，紧紧抱着男人的腰，我见犹怜道：
云朗哥哥，还好你来了。张姐她为了不让我嫁给你，找来这群乞丐，要毁我的清白。他抽噎着满是劫后余生的后怕，谢云朗将他的小公主安抚好后，犹如地狱的阎王般俯视众人。到底是谁指示你们来毁掉灵犀的清白？坦白从宽，否则让你们生不如死！他握着佛珠的手一用力，珠子散落一地，一群乞丐哀嚎着六神无主。终于赵灵犀的眼神示意，下跪下。太师，是长公主逼我们这么做的。得到确切答案后，谢云朗眼角猩红，俯身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赵婉清，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要折磨死他！我无助地缩到墙角。不是我，谢云朗，不是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丫鬟翠兰死死挡在我面前，替我辩解。真的不是我家公主，奴婢以脑袋担保，是二公主派人辱小姐清白的。谢云朗有些迟疑，可赵灵犀顷刻泪如雨下。云朗哥哥，翠兰是姐姐的人，自然胡诌替她说话的。谢云朗一听，立刻甩开我，冷声下令：他让你们怎么对二公主的，现在你们就怎么对她，还不快把她的衣服扒了！说罢，十几双脏手向我伸来，我闭上眼放弃挣扎，咬向了舌头。赶来的林之慎却上前阻止了我。想死？你对灵犀所做的事情还没偿还，就想靠死解脱？是啊，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重来一世，即使我百般避开，还是躲不开他们为了赵灵犀而把我折磨致死的结局。喉咙处溢出腥甜，我像被抽干了所有魂魄般无力倒在了地上。耳旁，林之慎对随从下了命令：还不快叫太医来，留着他一命，省得老皇帝怪罪连累到灵犀。语气里似乎充斥满了焦急，可下一瞬的话如同冰水般将我泼醒。你何时和灵犀道歉，我就何时让太医为你治疗。我穿着礼衣跪着，感受着来往的下人的目光，偷偷瞟向我，或八卦或哀叹。是啊，昔日我是再受父皇宠爱的长公主，又如何？如今父皇失权，他们二人除了碍于名声没有夺权之外，处置我还是绰绰有余。半小时后，林之慎彻底没了耐心。不道歉吗？那你别后悔。直到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被抬了上来，林之慎伸手，一幅画卷被摊开，那是我拥有的唯一一张母妃的画像。夜半梦魇想他时，我便会看着画像想象他在我身旁的模样。只有林之慎知道我把画像珍藏在哪。四目相对，我明了了他要做什么。我亲手养大的少年，同我日夜相伴，他最清楚我的软肋，也最清楚刀子往哪扎可以逼我妥协低头。脑海里最后一丝弦彻底崩断，我重重磕着头道歉，泪水糊满脸庞。是我的错，我不该心思恶毒残害赵灵犀，我道歉。谢太师，林将军，要杀要剐随便你们，不要烧我母妃的画像。北疆的车马来接我这天，正值赵灵犀生辰。今年他想出宫去寺庙后山的园子小住，庆祝生辰。如往年般，谢云朗和林之慎都宠溺地陪同他前去。从庄园返回皇宫这天，谢云朗亲自去马场挑了一匹新出生的幼马。赵灵犀一看到那马就不耐朝随从，把这畜生拿开，脏死了。但想到赵婉清马上离开了，他心里也就畅快了不少。谢云朗骑马过来时，正好撞见了这一幕。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赵灵犀这副模样，刁钻又刻薄。但想起灵犀前段时间刚被马吓过，心生厌恶也正常。只一秒，他就为他找好了开解的理由。回宫的路上，他的脑海里几度浮现出赵婉清看到马匹后惊喜的神情，甚至连赵灵犀的邀约都推拒掉了，直奔长公主府。可找了一圈后，空空如也。他又回到赵婉清从前纠缠他时住在寺庙里他隔壁的那间厢房，可推开东西已被搬空，可空的似乎又不仅仅是房间，还有他的心。谢云朗一刻也没停留地赶回公主府，质问下人：长公主呢？在下人支支吾吾时，他听到了林之慎喘气的声音：你也在找婉清？公主已经前往北疆和亲了，昨日车马便启程了。洒扫的奴仆战战兢兢道：长公主前去和亲的仪仗那般盛大，他想不通太师和将军为何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谢云朗和林之慎不约而同地直奔宫殿，见到了我的父皇。陛下，过几日就是长公主生辰，臣和林将军商议，想为她准备一个惊喜。谢云朗提议道：婉清不在宫里，生辰礼不必了。提起我，父皇有些伤感。不在宫里？公主去哪儿了？谢云朗和林之慎慌乱道。父皇没有多解释，让太监递过来了我的婚帖。只扫了一眼，谢云朗便没了往日的稳重。陛下，我赵国何时需要靠牺牲公主的幸福来获得和平？林之慎反反复复确认着上面的字，试图找到造假的迹象，可一切都是真的。烦躁地夺过太监手里的婚帖，撕得粉碎。臣可带兵前往北疆平定战乱，
并将长公主平安接回。可父皇捋了捋发白的胡子，打断了他。这门婚事是婉清和朕提出的，北疆那位帝王年少有为，正是他的心上人，何来牺牲一说？心上人，谢云朗的心像破了的风箱般哗哗作响，除了愤怒，还要说不清的情绪。赵婉清追在自己身后说：“此生非他不嫁的，何时又改了？”林之慎则死死攥紧了拳头，颇有威胁的意味。陛下三思，公主不了解，但赫连月的名声在外。见他们二人固执不走，父皇只好拿出了信件。北疆王送来的信件中承诺道，愿以10座城池为聘礼，另外还附有只要他在位，此生绝不对我朝发战的承诺，表达诚意。他盯着谢云朗，突然想起女儿从前在谢云朗身旁遭受的委屈，不满地反问：赫连月没有诚意？难不成谢太师为了别人让婉清屡次受伤，便是有？从前我爱惨了谢云朗，没少做件自己的事情，父皇看在眼里，心疼却没法做什么，只因为我总为了他和父皇赌气，他心爱的女儿到他那边得不到珍视，而现在又一脸后悔的模样，有什么立场质问呢？还有你，林将军，若不是婉清及姬里那日许的愿，是让你有机会进军营获得被提拔的机会，朕也不会选择你这般鲁莽之人，纵有出色功夫又如何，眼盲心瞎。原来赵婉清许的唯一一个愿望是为了他的前程，林之慎欣喜，他在他那里还是有位置的。那么只要见到长公主亲自和他解释道歉，公主一定不会再赌气前去和亲了。出宫后，谢云朗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府中，因为失神，他竟连提着食盒站在门口迎接他的赵灵溪都没注意到。云朗哥哥脸色怎么不大好？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何时让父皇定下我们的婚事呢？赵灵溪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甜，可此刻他只觉得聒噪。从朝堂上重生那刻起，他就决定今生一定要娶赵灵溪为妻，改变上一世的结局。可为什么现在马上就能迎娶自己爱了2世的女孩，他却只觉得烦恼？赵婉清那日流泪的脸庞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见谢云朗不回答，赵灵溪的心被提了起来。谢云朗的举动太反常了，他不禁恐惧，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压下担忧后，他试探性的开口：云朗哥哥，你是不是后悔了？没有。终于他才放下心来，还好他让人伤害赵婉清的事情没有败露，所以他再次凑了过来，要拉谢云朗的手，嘟嘴撒娇道：我饿了，我们一起去用晚膳吧。可这一次谢云朗错开了他：你先回去用膳，我还有公务要忙。被谢云朗冷待后，赵灵溪和从前一样，立刻往将军府寻求安慰。他肚子里如今还怀着别人的孩子，为了正当的生下孩子，他费尽心思的在谢云朗房里下了迷药，想制造同房的假象。如今肚子马上显形了，他不能功亏一篑。就算谢云朗不靠谱，还有林之慎不是吗？他一心想娶她，包括这些年默默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只是选择装傻罢了。可这回他刚往林之慎怀里扑，男人却不动声色地避开了他，没有耐心的安抚他，以公务为由，让他在书房外等了一下午。终于天色昏暗时，房门被推开，赵灵溪刚要撒娇，林之慎却疏离地反问：怎么还没走？之慎哥哥，许久没同你赏月了，今晚我想留在这儿好不好？天色晚了，公主如今和谢太师婚事将近，留宿这边不合适。赵灵溪何时受过这种脸色？他强行压下不满，委屈道：我只叫你当兄长，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才不怕别人说世人如何看，又与我们何干呢？说完，赵灵溪眼角熟练地泛起泪花，语气转向哽咽：云朗对我态度变冷了，是不是长姐又说了我什么坏话了？没有。林之慎没有像从前一般怜惜地替他擦拭泪水，反而对下人道：来人送二公主回去吧。这夜，谢云朗想起白日里对赵灵溪的忽视，便走到了他的殿前，想和他道歉。可刚到门口，他就听到了赵灵溪的声音：那日的事，我已经给足你们银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远走江南过好日子了。我让你们伤害赵婉清的事，你们就给我烂在肚子里。乞丐头子笑着谄媚道：二公主放心，兄弟们面对谢太师的盘问，嘴都紧着呢。太师和将军那边对我们的说辞显然深信不疑，胸口像被压了巨石一般。谢云朗只觉得喘不过气来，想起过往对赵婉清做的一切，后悔和愧疚几乎将他淹没裹挟。他跌跌撞撞地赶出府，连夜让人备马，正要出发时，却被林之慎一拳头打倒在了地上。在这里装什么深情？要不是你为了别人屡次伤他的心，婉清怎么会前去和亲？林之慎目眦欲裂，死死抵住了谢云朗的脖颈。他义正言辞地替我出头，好似自己从未伤害到我一般。两个男人扭打作一团，直到侍卫多嘴提醒了一句：长公主今日便会和赫连月大婚。一时间，两个男人停止了动作，跃马就往北疆赶去。
我大婚这天，北国的皇宫很是热闹，赫连月甚至下旨大赦天下，侍女为我描眉画唇后，嬷嬷亲自为我换上了婚服。他感慨道：“这是赫连月从宫外找来的一群最顶级的绣娘，从3年前就开始制作的。上面的凤凰由金丝一针一针绣制出来，栩栩如生，竟然是这么早就开始的吗？”望着身上极其合身的服饰，我有些诧异，但来不及多想，赫连月便出现在了门口。今夜是大婚夜，一群婢女识趣的退下后，我头顶的盖头被挑开，抬眸便撞上了一双深邃的眼睛。这样旖旎的氛围下，我的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发出了叫声。饿了。男人声音低沉温柔，下一瞬他便从袖口拿出了桂花糕。饿了一整天，我没有推辞，接过食物便往嘴里塞。吃到满足的打嗝时，我抬眼看到了赫连月灼热的目光，不知道他顶着这样的目光看了我多久。一抹红顺着耳垂蔓延到脖颈，我不自在地低下了头。短短1日，我和这个一无所知的男人竟然结为夫妻了。可上辈子他在我死后抱着我的尸体说的话，又说明他对我是极其了解的。恍神时，男人轻身将我压在了身下，灼热的气息带着酒味扑打在我的耳垂，让我颤抖了下。你害怕我？我来不及摇头否认，就听到他自嘲的笑。也正常，天下人都说我是残忍的暴君，上位后睚眦必报，对兄长施了极刑，更是逼我父皇推为自己上位，罔顾兄弟之情，不顾孝道伦理。你怕我也正常。我拉过了他的手。可真相是，你的父皇宠妾灭妻，害死了你的母妃，边关告急他，却在后宫享乐。你的兄长勾结奸臣，克扣朝廷救济百姓的银两，这样的人不是死不足惜吗？赫连月微红，眼眶里眸光颤动，呼吸沉了沉。这些都是上辈子死后，我以灵魂的形式飘荡在赫连月身侧才听到的真相。我知道他一定很惊诧我为何知道，所以我说，父皇怕我过得不好，找人调查的，所以我不怕你，赫连月。男人黑眸放大，深沉的眸子里带着潮涌。吃饱了吗？我乖巧地点了点头。那轮到我了。天亮睁眼时，我的身子骨如同散架了一般。我来到大殿门口等赫连月下朝，却见到了最不想见的2个人。谢云朗迈着大步走到我面前，皱了眉。婉清，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我现在就带你回去。赫连月背着光站在阴影里，和上一世的身影重叠。那时他站在埋着我骨灰的梨树下，重复着一句：下辈子我就算当坏人，被你恨着，也不会放你走。望着那道孤寂的背影，我甩开了谢云朗，朝赫连月奔去，紧紧拉住了他的手。在他诧异的目光下，我朝谢云朗认真道：谢云朗，你应该高兴，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林之慎拿出军服，着急道：婉清，你一定是害怕引起战乱对吧？我带兵过来，今日足够护你周全离开。赫连月是我的心爱之人，往日余生我只想和他相守，这不是你们口中的妥协将就痛苦，相反，和你们走才是。谢云朗却仿佛没听到般，自顾自道：你是在怪我们对吧？怪我们当初听信赵灵溪的话，伤害了你，对不起，婉清。所以呢，你要怎么表示你的诚意？我忍住身体的颤抖，冷笑。林之慎突然拔出了手上的剑，剑一出鞘，赫连月便将我护在了身后。可下一瞬，林之慎将剑鞘对准了自己的手掌，手起刀落，鲜血流了一地。他强忍着痛面不改色，只祈求地望着我。公主，这是那时我伤了你的手，我愿自废武功，求你原谅。他红着眼走到我身旁，小心翼翼地拉住我的衣袖，一如初见那年，他也是这般看着我的。泪水从他眼角滴落，好似痛苦委屈至极。公主，你不要我了吗？当年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骗了的，那时我想着救赎他，却搭进去了自己的后半生和命。我没有停留，甩开了他。不要了，你走吧。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强行带你回宫，现在我还你自由，我们两清了。擦肩而过的瞬间，林之慎喉咙溢出了一口鲜血。谢云朗还想上前纠缠我，却被赫连颜的暗卫拦住。一切都是赵灵溪，只要找到赵灵溪，让他道歉赎罪，婉清或许就会原谅自己。谢云朗和林之慎罕见地达成了共识。地牢里，赵灵溪一身白衣，在遭受拷打以后，早已没了往日华贵的公主模样。听到脚步声，她如惊弓之鸟蜷缩起来。在看到谢云朗和林之慎时，她的眼睛终于亮了起来。云朗之慎，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见我的，你们只是太忙了。灵溪这些日子好害怕。从前是演的，这回却是真情实感。他们2人的狠厉手段，他不是没见过，他几乎以为自己下半辈子要在这里度过了。见2人不动，他率先走向谢云朗。云朗哥哥，我只是害怕失去你才那么做的。你说你厌恶他，为何还一直允许他接近缠着你？听到他亲口承认，谢云朗眼底残留的一丝温情彻底消散，他咬牙切齿。
贱人，你对婉清做过的一切，我会让你一点点偿还。看着谢云朗离开的背影，赵灵溪重燃的希望几近熄灭。不可能，他一定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在林之慎失望嫌弃的注视下，拔高了音量：“之慎哥哥，你说过你会无条件守护着我的。”他紧紧拉着面前尊贵的男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林之慎指节发白，看着被他触碰到的地方，强行忍下厌恶。当年那个在雪地里的小姑娘已经死了，我会护着你，留你一命，但也只是报恩而已。玉佩给我什么？赵灵溪疑惑。当年离开时，我给你的信物，还给我。林之慎没了耐心，赵灵溪慌了神，他是顶替了赵婉清的身份抢了功劳，但根本不是他，他又从哪里找来信物？急得额头出汗时，他结结巴巴道：“之慎哥哥，过去太多年了，下人毛手毛脚摔碎了。”林之慎冷着脸望着眼前的女人，心底升腾出疑惑。罢了，很快到了接待使臣的宴会。这日，谢云朗令人送了一套礼裙到赵灵溪府上，邀请他共同出席。这些日子里，林之慎一直莫名护着他，他派去抓赵灵溪的人一次也没成功，这样还如何让婉清看到他的诚意？在宴席上看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赵灵溪时，谢云朗勾起了唇。云朗哥哥，我今日可好看？好看。今日的宾客里有敌国最好色的老皇帝，他最喜欢穿绿色衣服的女子。宴席接近尾声时，赵灵溪做事装晕，想往谢云朗怀里倒。一道苍老的声音带着笑响起：“陛下的公主当真倾城倾国，本王想和陛下求娶二公主。”一时间席间哗然，赵灵溪彻底忘了装醉，脸色发白的跪了下来。父皇，儿臣已和谢太师有婚约，怎可再嫁给他人？长公主都能嫁去北疆，一个庶女我要了却不行，怎么赵国看不上我们小国？父皇把目光看向了谢云朗，赵灵溪紧张将指甲掐进了手掌，这是他仅剩的希望。既然姜王有意，臣不敢夺人所爱。这下父皇没了顾虑，当场同意了下来。人群散去，赵灵溪彻底慌了，一想到往后余生要在那个老皇帝手里存活，他就生不如死。他在谢云朗和林之慎面前跪了下来，死死磕着头。我去和赵婉清道歉，只求你们放过我。我不该故意拿他母妃的死激怒他，又自己往湖水里跳，冤枉他。他知晓谢云朗和林之慎的手段滔天，不知道他们查到了哪些，但为了求他们放过，终究选择了全盘托出。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辈子，赵灵溪一直以不被父皇喜爱卖惨。可父皇不喜爱赵灵溪，不仅仅因为她是我母后的洗脚婢，趁着父皇酒醉爬床才上位的。孩子无罪，父皇膝下子嗣不多，便格外喜爱孩子。所以在6岁以前，他和我同吃同住，所有的吃食学习和我一般无二。可是他母妃害死了我的母亲。谢云朗见到我欺负赵灵溪的那天，是因为他嚣张辱骂我的母后，我才上手推他，他却假意掉到池水里。再后来他对我下手，父皇厌恶他，所以才彻底不喜他。每听一句，谢云朗就觉得眼前愈模糊一分。他自己以为心怀爱意，爱着众生，怜爱弱者，却因为无知成为了对真正弱者的加害者。赵灵溪继续说着：“林将军，真正救你的人是赵婉清，我不该冒领他的功劳骗你，我愿意和长姐道歉，求他原谅。”林之慎目眦欲裂，脑海里似乎轰了一声，他一直坚信的东西现在却碎了一地。原来他爱的那个女孩一直是赵婉清。那是一个大雪天，我出宫游玩时遇到他，随手送给了他一个馒头。那夜，赵灵溪被锁进了地牢，一同被关进去的还有那群伤害我的乞丐。我再次见到谢云朗，是在次年回母国陪父皇过寿辰那日。寒冬腊月，我看到了一身白衣的谢云朗。这一年来，在赫连月的助力下，父皇一点点掌握了实权，而他夺回权势的第一件事，就是刻意传出病危的消息。在谢云朗和林之慎带兵进宫时，父皇在赫连月兵力的帮助下，将他们二人包围抓获。那夜，血洗整座宫殿，在谢云朗交出暗党名单后，父皇饶了他一命。对外，谢云朗便宣称辞官一心向佛，不再过问世事，常年在庙中不再见人，但却做尽了各种善事，全是以长公主的名义，我的名义。他走向我，声音沙哑：“婉清，你过得可好？”我抚摸着孕肚，远离你以后很幸福，我腹中的孩子已有3月了。血砸在他肩膀上，似乎要将他瘦削的身体压塌。别再来打扰我了。自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而林之慎，父皇将他派遣去驻守南疆，命他永世不得归京。只是每隔几月便会有一封信从南疆送到我手里，我一封也没看，通通扔进了火炉里。后来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信，直到半月后，一位黑衣人冒死闯进了宫殿，侍卫将他压住时，我一眼认出了那是林之慎的手下，昔日豪爽的人。此刻一对浓眉下却红着眼，
大将军战死在了南疆，临死前他想见公主一面，信件命人快马加鞭送来，将军提着一口气好几日，却没等到。临终前，公主还是不愿原谅他。窗外的雪好大，落在树上敲打着窗户，似有人在告别。我站在窗边许久，直到赫连月脱下外袍为我披上。